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？逢年过节，桌上摆满了一整桌拿手好菜，但对面的座位却空了一大半。手机荧幕亮了，孩子传来讯息说，这次太忙了，下次再补。你对着荧幕回了一句，没关系，工作要紧。放下手机，你一个人在厨房里，把菜热了又热，最后坐在餐桌前安静地吃完，碗都还没洗，眼眶就已经先红了。那一刻，你有没有在心里偷偷问过自己，这辈子拼了命把孩子捧在手心里养大，到头来换来的竟然是这种滋味。很多人把这种感觉叫做凄凉，觉得自己老来无依，落寞收场，好像这辈子走到最后居然输了一局。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角度，一个让很多人听完之后眼眶泛红，心里却能真正松一口气的真相。如果你现在也常常感到被儿女冷落，请先不要急着伤心，也先别急着划走。有一位72岁的婀娜，3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，每年见面不超过3次。有一天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以前每天都在等他们打电话回来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等的其实不是他们，我等的是年轻时候的那个自己。这句话让我愣了很久，因为他说破了太多父母心底最深处的秘密。我们总以为我们是在等孩子回家，其实我们等的是一个证明，一个告诉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的证明。我们先来聊聊佛法里的一个字，这个字是很多人一辈子最大痛苦的根源，叫做执，执着的执。什么是执？执就是你手里紧紧抓着一样东西，怎么都不肯放，结果那个东西一直在你的手心里摩擦，最后把你的手心都磨破了，流血了，你还是舍不得放开。对父母来说，这辈子最容易执着的是什么？就是孩子，那个你用尽一生心血养大，但终究要离开你，自己去飞翔的孩子。请你千万不要误会，爱孩子没有错，父母的爱是全天下最伟大的事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你把孩子的每一个回应当成了你生命价值的唯一凭证。孩子打电话回来，你觉得自己被深深爱着，这一天都过得好充实。孩子一忙没打电话，你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好像被全世界遗弃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执在作祟。佛陀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苦从何来？苦从求不得来。你求孩子常回家，孩子没回来，于是你就苦了。但这到底又是谁的问题呢？其实这不是孩子不孝顺的问题，也不是你做错了什么的问题，而是那个求字让你把快乐的钥匙默默地交到了别人的手里。有一位65岁的陈妈妈，孩子出国定居之后，她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，每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就是在等孩子的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生病住院了，孩子接到通知，马上买了机票飞回来，坐在病床旁边，红着眼眶问她，妈，你还好吗？那一刻，陈妈妈突然就哭了。她哭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因为在那一刻，她看着孩子焦急又疲惫的脸，突然发现了一个真相。原来她一直让孩子的心里挂着一个沉重无比的钩子。她跟我说，我以为我只是在安静地等他，其实是我让他这么多年永远没办法真正放心地去过他自己的生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那份等待，有时候对孩子来说带来的已经不是温暖，而是一种沉默，却非常真实的压力。不是孩子不爱你，而是当父母把孩子的回音当成唯一的精神支柱时，那份爱太沉重了，孩子是真的会喘不过气的。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慈悲，很多人以为慈悲就是无条件的对别人好，把最好的都给对方，甚至委屈自己。但真正的慈悲其实是让对方自由自在。爱一个人
包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最高的境界究竟是什么？是你让他自由飞翔，同时你也让自己自由起来。现在让我跟你说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精神充满了佛法的智慧，说的也是一件你我都非常熟悉的事情。从前有一个农夫，他非常用心地种了一棵树，他每天给这棵树浇水施肥，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，他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，生怕它受一点点伤害。终于这棵树长大了，枝叶非常茂盛，强壮又美丽。可是有一天，这棵树突然长出了翅膀，扑哧扑哧地飞走了。农夫看着空荡荡的土地，伤心透了。他站在田里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觉得自己好孤独，好难过，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有一位老和尚走了过来，看着农夫问：你在哭什么呢？农夫哽咽着说：我这么用心种的树，它竟然飞走了，抛下我不管了。老和尚听完微微笑了笑，对他说了一句话。老和尚说：它能够长出翅膀飞走，是因为你把它养得实在够好，根基扎得够稳，它才有力量飞向天空。这是你的功德，不是你的损失啊。农夫愣了一下，看着天空，突然笑了。虽然眼泪都还没干，但那个笑容是真实的，是打从心底放松的。因为当他换了一个角度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你的孩子不也是这样吗？他今天能够独立自主，赶去外地打拼，能够在外面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家庭与生活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把他养得够好，教得够好，才让他有能力去飞向属于他自己的天空。他能飞走，不是在抛弃你，而是你成功了，你做到了这世界上最困难、最伟大的一件事。你让孩子不再需要你了，让孩子不再需要你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残忍，心里刺刺的，但在佛法的智慧里，这恰恰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就，是一种功德圆满。你想想看，你把一个原本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啼哭的婴儿，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，能在这个世界上安稳行走的大人，这件事情多么了不起！这绝对值得你好好的为自己鼓掌，而不是一个人在厨房里默默地流眼泪。佛陀在法句经里说过一句话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你知道这句话用白话文来说是什么意思吗？它的意思是，世界上所有有形的事物，所有的状态都是会流动的，都会改变。孩子小的时候软软糯糯地依偎在你的怀里，需要你保护。孩子长大后背起行囊离开家，去过他自己的生活。这两种情况都只是一种状态，这两种状态没有哪一个更好，也没有哪一个更坏，它们都只是无常在流动，是生命本来就该有的样子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佛教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公案。有两位出家人，一位老和尚跟一位小和尚，他们一起下山化缘。回程的路上遇到了一条泥泞不堪的河流，河边站着一位穿着漂亮丝绸衣服的年轻女子，看着泥水发愁，过不去。老和尚二话不说，走上前去，就把这位女子背了起来，趟过泥水，把她平安地放在了对岸。然后老和尚继续低头赶路。可是跟在后面的小和尚心里却炸开了锅，他一路上都在想，我们是出家人啊，怎么可以随便碰触女子呢？师父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小和尚心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纠结，就这样憋了整整20里路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生气地直问老和尚：师父，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，你刚才怎么可以背那个女人过河？老和尚停下脚步，转过头来，平静地看着小和尚，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：我把她背过河，在岸边就已经把她放下了。
你怎么到了现在还把它背在心里呢？这句话是不是像一道闪电一样，劈开了我们心里的某个盲点？很多父母，你是不是也像那个小和尚一样，孩子明明已经长大，已经渡过了人生的那条河，自己往前走了，可是你却还在心里死死地背着那个名叫父母的重担，怎么都不肯放下呢？你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你想对抗时间，你想把孩子依偎在你怀里的那个状态永远地凝固在那里，你想让孩子永远是那个需要你的小孩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不是孩子的错，也不是你的错，这是时间的规律，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。所以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孩子现在不在身边，不常打电话，也没有每个周末都回来吃饭，那这段空下来的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？是属于你的，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。你回想一下，从你怀孕或者打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，你的时间就再也不是你的了。你的心思、精力，甚至睡眠，全都是围绕着孩子在转。孩子生病发烧，你比他还紧张，整夜不敢闭眼。孩子面临大考，你比他还焦虑。孩子失恋受挫，你比他还要心碎。你这几十年来过的其实都是孩子的人生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离开了，你终于有机会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，那我呢？我自己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好好活过？很多人在这个阶段，因为家里突然安静下来，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凄凉，但其实那不是凄凉，那是空间，那是真正的自由出现之前的前兆。就像一棵原本养在小盆栽里的植物，突然被换到了一个更大的花盆里。刚开始旁边的土是松的，根系会觉得空空的，很不习惯，但你要知道，那是因为空间变大了，那是生命准备要进行下一次成长的开始，而不是凋零。所以如果你感到被儿女冷落，请把这句话轻轻地默念在心里，这不叫凄凉，这叫解脱。解脱不是说你不爱孩子了，而是说你终于有机会从那个沉重的执着里轻轻地走出来，为自己好好喘口气了。佛法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信。什么是自信？就是你本来的样子，是那个还没有被任何角色定义之前最纯粹的你。那个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有自己独特的美丽。那个你从来都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可才值得存在，但是你把它压在心底太久了，久到你可能都忘了它长什么样子，甚至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只是某个人的妈妈，或是某个人的爸爸。现在孩子离开了，那个一直被牵挂塞得满满的空间终于空出来了，那个真实的你终于可以重新慢慢地探出头来了。有一位68岁的阿伯，退休之后孩子都不在身边。他跟我说，刚开始有一段时间，他每天在家都觉得好失落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后来有一天，他一个人跑去爬山，清晨的时候，他在山顶上看日出，看着太阳慢慢升起，他突然就哭了。他说，那是他这辈子哭得最舒服的一次。他告诉我，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山顶上的风只为我一个人吹，这辈子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种感觉。从那天之后，他每个礼拜去爬一次山，后来变成2次。再后来，他认识了一群山友，生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他笑着说，孩子不在身边，反而让我找回了自己。我现在很谢谢他们没有天天守着我，不然我早就迷失了。你听了这句话，会不会觉得听起来很奇怪？但仔细想想，又好像哪里说得非常对。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妈妈，孩子在外地工作，她决定去报名长青学院，开始学画画。刚开始，她只是想打发时间，
没想到越画越有兴趣，越画越开心。有一天，他把自己的画作拍照传给儿子看，儿子看了非常惊讶，回复他说：“妈，你画的比我还要好看耶。”接着，儿子主动打电话回来，跟他聊了整整1个小时。这位妈妈跟我说，她去学画画真的不是为了让儿子打电话给她，但是那一通电话是这几年来他们母子之间聊得最自然、最开心的一次。你看，当你活出了自己的光彩，孩子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苦巴巴等着被照顾、被关心的父母，而是一个有趣、充满活力、值得尊敬的独立个体。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了，变得轻盈了，不再充满着亏欠感和沉重的压力，而是真正纯粹的、干干净净的爱。这就是佛法里说的因缘。每一件表面上看似让你受苦的事情，背后都藏着一个让你觉醒、让你成长的机会。被儿女冷落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失去，但如果你换个角度看，它其实是生命在给你发出的一张邀请函，邀请你回到自己，邀请你重新认识那个被藏了几十年的自己，邀请你在这一生的后半段真正的为自己活一次。听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我真的很孤独啊。那种孤独感不是靠想通了就能填满的，这我完全理解。孤独从来就不是用想通了就能消失的，那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，它需要被好好的对待。佛陀面对孤独的方式，不是逃避，也不是强撑，而是与他同坐，让他说完他想说的话。下次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，请不要马上拿起手机，也不要急着找事情来麻痹自己，先让自己静下来，好好听一听那份孤独在说什么。也许他在说我需要被看见，也许他在说我害怕自己变得不重要，就让他说完，然后你轻轻地告诉自己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很重要，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证明，你本来就很重要。这个动作在佛法里叫做自我慈悲，意思就是用对待好朋友的方式来真正的对待你自己。我想问问你，如果你的好朋友跑来告诉你，他觉得很孤独，被冷落，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价值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一定会心疼地抱抱他，轻声告诉他，你很好，你这辈子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值得被好好的疼爱。那么，请你现在也用同样的话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好好的说一次，你做不做得到？很多人在对着镜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会突然大哭出来，那不是因为难过，而是这一生头一次真正好好的看见了自己。在佛法里有一个很美的说法，他说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，那盏灯从来都不需要别人来点亮。你心里的那盏灯，不是孩子的电话点亮的，也不是过年过节回家的脚步声点亮的，它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被遮住了。遮住它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你这几十年来对外的牵挂，是你习惯了把爱全部给出去，却忘记给自己留一份的模式。现在孩子离开了，那些牵挂少了，那盏灯终于有机会重新亮起来了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我们今天不谈高深莫测的修行，我给你4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。第一，睡前3分钟的关心与和解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不管今天孩子有没有传讯息，不管今天过得开不开心，都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，今天辛苦了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把一切的担忧都放下，好好休息，让每一天都在平静中归零。第二，镜子前的自我慈悲对话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
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不要去看那些多出来的白头发或是皱纹，去看那双陪你走过几十年风雨的眼睛，对自己笑一下，说一句你真的很棒，我很爱你。第三，每天为自己做一件纯粹的小事，可以是一个人静静地泡一杯你很久没喝的茶，可以是翻开一本放在书架上10年都没读的书，或者是去公园走走，单纯地看看天上的云。这件事不需要很大，也不需要很特别，只要你的出发点是我做这件事单纯是因为我喜欢，不是为了任何人，这样就够了。第四，把牵挂转化为祝福的说话练习。下次当你忍不住想打电话问孩子怎么都不回家的时候，试着把这句话吞进去，换成在心里默默地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努力在过你的人生，我祝福你一切平安，我自己也会过得很好。佛法里有一个词叫自利，听起来好像很自私，其实完全不是。它的意思是你必须先让自己好，让自己丰盛起来，你才能给出真正健康的爱。当你每天重复这些小小的动作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快乐开始从你自己的内部生长出来，而不是一直在外面傻傻的等别人给。佛法说，放下不是放弃，而是换一种方式更深的去爱。你有没有感受到这句话的重量？放下对孩子的执着，不是说你不爱他了，而是说你的爱从一种抓住变成了一种祝福。抓住是说你在我身边，我才安全；祝福是说你在哪里我都为你高兴，而我自己也很好。这两种爱，哪一种更亲？哪一种更美？哪一种是孩子更愿意靠近的？我相信你心里早就已经有答案了。我非常喜欢一个偈子，出自六祖慧能大师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你这一生就是那面镜子，孩子、伴侣、社会上的角色，都只是落在镜子上的尘埃，轻轻一拂，镜子依然是明亮的。那个明亮，那个清净，就是你本来的样子。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可以把它带走，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才能让它亮起来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有人问你，孩子都不在身边，你不觉得孤独吗？你不觉得凄凉吗？我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回答他，凄凉吗？不，这叫解脱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时光。这绝对不是在自我欺骗，也不是在自我安慰，这是真正走过来的人从最深的痛里一点一滴淬炼出来的智慧。佛法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那个岸不在孩子的电话里，也不在逢年过节的饭桌上，那个岸就在你心里，它一直都在那里，等你回头，等你停下来，等你不再拼命往外跑着寻找，你会发现它就在原地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你这一生养育了孩子，这是极大的功德。你让孩子能够展翅飞翔，这也是无量的功德。而现在终于轮到你好好为自己活了。这不是落寞的终点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，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自由、更轻盈、更完整的起点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段话，请把它好好收在心里。在你感到孤独、感到被冷落的那个夜晚，请把它在心里默念一遍：我这一生已经很圆满了。孩子能飞翔是我的成就，我的孤独是我的自由，我的此刻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如果今天这段话让你的心稍微松了一点，感受到了一丝丝的温暖与平静，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，或者为自己、为孩子留下你的祈福，让我们在这里凝聚成一个温暖的正向磁场。也请把它分享给你身边
那个此时此刻也非常需要听到这段话的人。愿我们都能找回自己，自在欢喜。我们下次见。